其实还是希望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芯片产业能够加快脚步，做出至少在相关的效能上能够接近的。因此，华为啊这些制造商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加速。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开放，不是等于是对原来的期待有所影响吗？不过呢，它在原则上的后面有一个就是尾巴啊，他说如非确有必要。就这个确有必要，就变成这个很有趣味了。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说呢，彭博报道他这个1月下旬可能要访问北京一趟，因为很接近农历春节的时刻了。除了去跟这个中国在地的辉达员工来吃饭、吃尾牙、拜个早年之外呢，黄仁勋有没有机会可能跟中国的高阶官员再次会面呢？因为媒体分析现在辉达正值一个关键的时刻。虽然呢，美方现在已经是放宽了，说你的 H200晶片可以卖到这个中国去允许它来销售，但是现在反而是中国方面呢，慢慢在跟你评估说，他们愿意放行多少的企业，采购多少。动作非常之缓慢，这可把黄仁勋给这个急坏了。那如果比较他去年7月那一次访中行，他相继会面了许多的大人物，包括了这个国务院的总理何立峰，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等人。那么在过年之前，他再次见到一些中共高层的几率有多高呢？这也是大家现在市场上关注的话题。还有北京如果在农历年前或是年后呢？好，终于让你好，我们来采购 H200晶片了，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可以给辉达一个大红包吗？我们先问一下杨老师。我觉得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北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其实原则上是不希望中方的企业去购买 H200，一方面是他担心这个是有后门，因为过去对于之前的 H20就有这样子的研究，是。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控但是有这样子的风声传出来。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认为川普其实在这个芯片上面也扣税啊，也赚一笔啊。当然，最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实还是希望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芯片产业能够加快脚步，做出至少在相关的效能上能够接近的。因此，华为啊这些制造商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加速。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开放，那不是等于是对原来的期待有所影响吗？不过呢，它在原则上的后面有一个就是尾巴啊，他说如非确有必要，就这个确有必要就变成这个很有趣味了。那因此可能要用个别的申请的方式。那如果这一次黄仁勋去见到的何立峰等相关的这个官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在这个问题上刻意去跟辉达或跟黄仁勋去这个就是刁难他，而是在中美竞争以及希望扶植中国大陆技术自立自主的这个原则上。所以这个原则如果能够达成的话，也许黄仁勋的访问，或许在这个确有必要的这个空间呢，就可以再放宽一些。是，好，而科技圈最近的热门追捧标的我们已经看到从 GPU、CPU 现在轮动到谁了？轮动到记忆体了，也就是大家说的内存代表性的有谁呢？美股的这个美光科技他们就说在过去一季真的是短缺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一波供应吃紧呢，会一路延长到这个今年甚至是明年。公司高层说，这股短缺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相信有在这个组装 PC 电脑的玩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这几年各项零件涨价的威力。那么中国的内存大厂长鑫存储呢，它则是向上海的科创板已经递交上市的计划了。他们目标要募资到295亿人民币，用于扩产、制程的升级跟研发，要全力追赶像是美光啦、三星啦、SK 海力士啦等这个美韩企业第一梯队的步伐。好，这个玩意儿呢，跟台积电的2奈米有一些不一样，它当然是有技术门槛的，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成熟制程的部分，它的工艺是有高有低的。那么当现在这一些大厂都把他们最尖端的这个产线拿去做 HBD， 拿去做这些高阶给 AI 这些使用的记忆体之后，留下的成熟制程，留下的这些成熟产品，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窗期。那么这个像是长鑫存储啦，还有更多的中国厂商，这个成熟制程，他们可是他们的王道现在发挥作用的大展身手的黄金时刻，有没有到来的机会？李将军，当然今年来讲很特殊，今年一开局就是 AI 的时局和 AI 各项的产业可以说像井喷式一样的发展出来
那我们看中国大陆有几家他们自己国产的 AI 的公司哦，包括到这个摩尔县城或者是木犀哦，它股价都飙涨到一上市就飙涨到500%，甚至600%啊，这种可以说是井喷。当然，这种 AI 算力来讲，有几样需要的，譬如说是我们讲的GPU 这一类的晶片。对。但是现在来讲，它的存储，也就是高带宽内存的这种记忆体晶片也是非常重要。是。那现在已经很明显已经供不应求了。那制造这种高带宽内存的有3家，全世界有3大巨头，一个就是美光嘛哈，另外一个就是 SK 海力士啊，还有一个三星电子，这3家主要在做这个。那长江存储也有在做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来讲缺到什么程度？你从美光它营运执行长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哈这个短缺的程度前所未见，那更不要讲说是三星、海力士，这2家公司也都是一样。那现在缺到什么样程度呢？不管是高端算力或者是中低端算力哈，都非常缺。高端算力哈，它抢货抢到什么时候？这个英业达 B200哈，是连租你都租不到了。现在就是有一些是租赁业者，他都已经租不到了。那中低端的也很抢。中低端的 GPU 是什么呢？比如说是5090、4090哈，这些中低端的 GPU， 目前来讲价格也上涨，涨到多少？涨到将近300%这么高的一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关于这个存储记忆体，由于 AI 算力的需求大量的增加哈，所以在这种存储的记忆体也大量的需求也明显的不足，因此我觉得长江存储来讲，如果说利用这一波的需要，它大大的扩产哈，增加它的产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满足中国自己国内的需求，大家不要忘了，中国是全世界半导体需求最强的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市场哈，所以它自己国内的市场它就足够供应。那当然借着这一波长江存储，它这个不管是这个募资来提升它的扩产，增加它的产能，那对于全世界的 AI 确实是可以抢在这一波，能够这个能够赚到它所需要的这种经费。赚到经费之后，当然有助于它以后的研发更上一层楼，那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是，好，除了这个内存界有长江存储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公司都有机会哦。现在因为这个市场的研调机构集邦咨询，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就指出呢，受到台积电还有三星电子他们策略性削减产能的影响呢，2026年全球8寸的晶圆代工厂的总产能将会枯萎2.4%。那同时 AI 还会带动更多的需求强劲，那这枯萎的量由谁来填补呢？中国的晶圆代工厂就有机会了。我们特别要讲到的是中芯国际，那它目前在上海、北京、天津跟深圳呢4地共设有3座8寸的晶圆厂跟4座12寸的晶圆厂。那一旦8寸跟12寸这样成熟制程被中国大陆掌控了更多的产能主力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3部曲嘛，先是内卷，2是打到白菜价，然后最后是接管市场的主动权。这样的老套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8寸跟12寸的晶圆厂未来马上看到？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它第一个它的晶片需求最大。我们看8寸一般来讲是车用晶片，还有家电的晶片，另外一个就是工具机的晶片，就用这个就行了。8寸的它这个做这些算是成熟制程的，是成熟制程就90奈米到28奈米啊，就是成熟制程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么好的晶片嘛。是，但是其他的你相端的，我们讲的12寸的晶圆的，那大概就是我们所讲的16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这个了。那它现在把这个售价调高哈，我想说是为什么售价调高？因为有价差，有供需嘛。我们知道按照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啊。你现在是供不应求，既然我供不应求，换叫做市场需求旺盛哦。那我调高价格，对不对？大家来造成这个供需平衡，那我调高价格，我多赚一点啊。这本来就是因为市场需求量还是大。我们看到黄仁勋他之所以急着要到大陆上去卖晶片了，对，那我想是因为啊，这个市场赶快钱能赚就赚，你过了这一店没有下一春，假如说赚钱，对不起没了，我们市场已经饱和了，我们会做了，你不需要你的了，所以黄仁勋一直是很急。就是想要卖到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他在这方面也是变成他的一个政策。
它这个集中来让不管是8寸金也好，12寸金也好，它尽量来做。我认为重要另外一个在什么地方，在良率，可不可以克服良率？如果没有克服良率，结果你这个良率只有到了40%，那你这样换教授你赚的并不多，因为你很多的是不良产品啊。那我认为它良率慢慢提高了，良率提高了，我对外的需求也不用了。为什么？我良率够了，良率够，我出来的这些相关的成品数量就足了。接下来关心全国产晶片 AI 的模型，现在突然间横空出世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北京也另外反手要来封杀美国的 H200软体，希望去西方化。中美科技战正式翻篇，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好，川普现在呢最新喊话，他说要有条件的，终于是要来放行他的 H200了。没有想到，我们看中国大陆立刻出现了一个逆袭，直接端出了一个完全不用靠美国的成绩单。他是谁呢？他就是中国 AI 的新创智谱，现在说要跟华为一起合作，他们正式的发布一个是完全国产的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 好，包括了接下来从晶片到框架、训练到模型，全部100%都是国产化，完全不把这个有条件放行的 H200放在眼里，也等于是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来做出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这个 GLM Image 特别使用的东西，包括了它有这个来自于升腾的训练服务器，还有深思的框架跟多元的模型。重点来了，生成一张图片其实只要0.1元的人民币，被视为中国大陆把 AI 从这种高端的奢侈品一下子变成了工业化的耗材，打断了美国高端的这种算力垄断的神话吗？代表说顶级 AI 接下来不用再看美国人的脸色吗？那这个 GLM Image 到底有什么样子厉害的地方？为何能把成本压得这么低？委员怎么看？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GLM Image 哈，这个 GLM 就是通用语言模型，就 General 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语言在跟机器对话的过程里面可以产生图像。我用中文讲，我用英文讲，什么语言？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张思敏的画像啊，他就帮你画出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I 的运作方式。如果是图像到图像简单，语言到图像，这有时候难度会比较高，特别是中文的语言。那这一款由智谱跟华为共同合作的 GLM Image 哈，它是用系统来跟美国的系统竞争。如果晶片对晶片，可能美国会比较强，但是整个系统的时候，它就是截长补短，变成它有竞争力。但它使用的机器是什么？用升腾的 Atlas 800TA2，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伺服器，在训练伺服器，专门在做 AI 训练用的。然后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它装了一个华为自己做的鲲鹏 CPU， 很强的 CPU， 不 GPU 哦。它 GPU 装在另外一个伺服器中的伺服器。叫做 4U AI 伺服器，那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升腾的 GPU 晶片哦，它是这样的一层一层架构上去。那这部是硬体的部分，生思的 Mindsport 是什么？他说的好了，我这个晶片可能跟你无法竞争，我就用一个统一架构，让我的这个训练伺服器跟周边设备所连成的终端所连成的整个系统效率会赢你，我截长补短赢你。那这个就是那个生思所设计的 Mindsport 的统一计算架构，你就把它想象成 iOS 或者想象成这个华为鸿蒙这种概念，那就可以哈。那再来呢，会完成 SOTA 级的多模态模型训练，就是 SOTA 就是即使我不要以为什么专利，它说 State of the Art， 这叫 SOTA 就是目前最顶端的图像，比如说太空船的设计、航空母舰的设计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帮我画我母亲的图像，不是那么简单的，都很复杂的图像的一个设计等等，那叫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当前行业上最顶级的图像生成是什么样的图像生成？3D 啦，或者是3D 类什么之类的东西，可是重点在成本。他用这套的全部都是国产的，把成本给压缩到一张图，当然他没有讲这一张图是什么图是0.1元人民币，
我老天娘，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哦，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即使再复杂了，你这种最基本的都是0.1毛的这个人民币，再复杂了也是比你美国的便宜啊。那便宜的话，工业界就可以用，因为你的太贵了，工业界想让我实验室用就好，我生产线用量那么大，对不对？我要节省成本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它接上3D 列印啊。接上各种机器人啊等等，很抱歉，它就是成本比你便宜，那效率一样，成本比你便宜，我就可以在业界生存。所以华为啊，这个大陆上有很多新创的 AI 哈的这些公司哦，很复杂。那如果像智谱懂得切到这个 mind sport， 就说，哎呀，你这个有一些 GPU、CPU， 一下子什么训练伺服器，一下子 AI 伺服器。还有终端使用，还有在远方也要上来使用，这么复杂，我来设计一个统一计算架构，就是鸿蒙系统那种概念。那我只要让很多操作的很方便，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医院用的，它也可以用；工厂用的也可以用；那太空船发射的也可以用。那请问你？我需要这么多那个什么 AI 程式设计师嘛，我成本都整个降下来了。是，那总共来讲，能够到达 SOTA 级的，那是顶端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的全国产的晶片 AI 模型横空出世。那刚刚说了嘛，价格低到不行，一张图片生成只要0.1元人民币。那现在美国如果说要放行 H200，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会具有吸引力吗？我们看到是路透社爆料的说，中国海关已经通知辉达 H200了，不准入境。就算你美国开放，但是中国大陆方面现在态度是说，除非必要啦，否则是一律暂停购买的。其实呢，美国当时在放行 H200之前，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共是3重限制。第一个技术阉割，第二个用途追踪，第3个是总量限制。结果没有想到大陆是完全不要了。赖老师怎么看？大陆当然知道美国想要干嘛，美国也要透过这个 H200要掌握你的 AI 的发展方向，跟 AI 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途径啊，他也想了解透过 H200来掌握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现况，所以他当然希望你使用，可他要完全掌控你是放在哪里。那对大陆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他们的所有的数位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给他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去无限制的、自由的进出，从后门进出去了解这个使用者他的所有的相关的产品，任何通讯产品、任何数位产品都在他们的法律规范之内。那当然，黄仁勋一直在强调说他的晶片绝对没有后门，他一直在强调，但是法律有写。可是黄仁勋又强调他绝对遵守美国的法律，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嘛。遵守美国的法律，又说没有后门，但是美国法律规定要有后门，那这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释开。没有解释开，对大陆来说的话，他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突然间从 H200从 H20提升到 H200，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910C 也已经发展起来了，也就是中国的升腾的910C已经出来是对标的，910D 也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在控制 H200的意义不大了。对美国来说，干脆的钓鱼，钓鱼它有3重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来掌握你的发展，我如果真的有后门的话，我掌握你使用者，我控制住你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产品追踪。那么如果有后门，哪一天我从中来窃取我所要的资料。所以大陆这边的限制很明白，就是而且已经开会了昨天就开会了。业者都找来，而且据说是态度很坚决，而且很严厉的，也就是谁违反谁试看看，谁偷偷的想方设法的弄进来，谁违反谁试看看，那也就是这个等于是一种警告了。对，那我相信这种警告是绝对有效的所以如果要进来的就有大学可以进来，但是要经过特批。那因为你大学你要进这个东西，你要做研究H200或者研究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它是怎么运作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商业用途不行。那美国的目的在哪里？美国的目的是要打趴你的这个 H200的相类型晶片的一个发展，也就是 AI 晶片的发展产业，不让你中国有活路，因为他知道阿里跟腾讯还有他们百度，他们也要自己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他不让你有晶片发展的空间。
那他也知道华为已经做出来了，他不让你有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卖，你卖中国大陆告诉你不能进，那不能进的话，等于是保护了中国大陆自己的产业，因为它根据的是你的歧视性行为，根据国家安全法，那你美国的产品不能卖，也没有违反 WTO 的规定，因为这是你美国设的游戏规则，我就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用在你身上，这个对黄仁勋的消息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它股票蹦一下就往下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的西方的晶片的一个封杀。那其实不只是对于 AI 晶片的一个封杀，现在呢是说连这个有关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相关的，包括了资安的软体也要完全封杀，而且封杀的这一些软体商还是都是重量级的，其中一家包括了博通旗下的公司哦，理由当然还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一次封锁12家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资安企业，要完全去西方化吗？李将军怎么看？中美科技战哈，原来都是美国在卡中国的脖子哈。那主要那时候中美科技战主要限制的，我们讲小院高墙，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晶片方面哈。但是没想到现在中美的科技战已经扩展到资安的软体工程哈，也在做这中美科技战。那现在我觉得这个以前美国对中国哈，这个通常都是用国家安全为一个借口，为一个理由来卡住中国脖子，不将这些晶片或者将技术提供给中国。现在没想到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反制中国，然后限制自己国内总共的各个企业不可以买这资安软体哈。这资安软体事实上顾名思义，如果软体工程来讲的话，跟硬体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主要靠的是脑袋嘛。那如果说中国的工程师这个资讯工程师有这个能力给他假以时日来讲的话，他一定可以设计出相关的资讯安全的软体所以不见得都要跟你从中国买。我觉得从这方面，从软体来着手跟美国做一个对抗，是最容易下手。硬体的部分，或许你限制于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啦或者是晶片的设计，可能还有很多的门槛要卡住。但是软体纯粹就是靠智慧、靠脑力来设计，所以说中国从这方面来着手，确实是对的。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总共美国来讲是博通这家公司，它底下旗下的相关的企业，还有以色列这个 Checkpoint 它底下企业来做这个管理跟限制。中国自己本身来讲，国内的企业够多，它市场也够大。我想，如果说将美国跟以色列这些资安软体公司限制在外，那也可以鼓励自己国内的相关资讯工程的这些设计更好的资安的软体提供国内企业来使用。那我也相信中国自己有这个市场，它应该可以发展做得出来。然后，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市场，少了一个生意。好，接下来看到是大陆的晶片大跃进川普的封锁政策完全破功了。我们今天也会另外来关心到是有关于大陆的电力是否称霸全球呢？因为大陆现在要发展 AI。好，赶快来看到是中美的科技大战。现在在说这个2026会不会是一个最后的决胜点呢？最新有几个指标，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大陆在晶片发展上的指标是提前达阵的3个方面。今天会来看到是大陆的第一个晶片崛起，第二个是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布局，最后是在它的算力 AI 发展跟它的电力方面都有非常达标、提前达阵的一个迹象。好，先来看在晶片方面，2025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实质的计算，大陆的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已经超过了55%，比原定计划的还要超前5%。其他的国产设备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不管是科时机的国产化，或者是清洗设备等等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它的7奈米晶片，比原先规划2026年的第2季还要提早了，是在2025年前的年底就已经正式的达标了。再来，它的晶片的市占率，国产化晶片市占率从2024年只有25%，已经到去年的35%了，大幅提升了10%左右。AI 发展方面，2027年也要达成这种关键技术的安全与可靠的一个整体供应。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先是这个晶片国产的设备化已经超过50%了，2026会不会就是中美晶片大决胜的一个关键年？其实2026会是一个关键，
因为整个这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就是技术自立自主哈，不只是在先进制程已经推进到7奈米，那特别你看到它是在设备、然后材料以及成熟制程的这个市占，其实都往前推进，而且它当初是有一步步的这个规划的。那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就是全世界半导体最大的消费地。因为大部分的这些需要用到半导体的这些车子啊、家电啊、白色家电都在中国大陆制造嘛，所以就量而言，它是绝大部分的消费所在，而大部分就比例而言是成熟这个制程的。成熟制程现在它已经来到35%，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国际上的推估大概到了2030年，中国大陆就会超过50%以上。如果看到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大概不用等到2030年，也就1半以上的这个成熟制程、消费电子产品所需要用的这个芯片，都是大陆自己做到，而且它所使用到的材料、设备、装备，那你看到像是去年3月跟10月2次在上海到深圳的电子展当中，光讲一个厂商就叫新凯来，对，它就在各个你看到像是这个就是刻蚀机稍微我们叫曝光机了哈，慢一点，其他的像是薄膜沉积啊或者新起设备啦，这些东西都已经推出来，那只不过是说呢，在适应到成熟制程的时候，大概已经完全可以替代，可是到了先进制程，这还是一个关卡是没有错。特别要提醒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1月9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CES， 就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费电子展，基本上联想、机器人各个品牌，中国大陆的品牌又回去了。你会看到整个英文跟中文的这个报道上面，大概除了美国的 NVIDIA， 因为黄仁勋亲自出席之外，其实整个的焦点，媒体的焦点都在一些最新的机器人设备以及 NVIDIA 就是联想所提出来 AI 装置，还有相关的这些项目上面，所以在消费电子、在成熟制程上面，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快速的赶上，甚至要主导。但是呢，美国怎么样能够在就是先进的 AI 以及先进制程上继续守得住，那就是看下一个阶段中国大陆的发展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在晶片产业上面的发展提前达阵。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第二个提前达阵的，还有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发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去年一整年做了一个统计。CG 上面看到大陆的 GPU 市场，华为呢在2025年是拿下了102亿美元的40%市占，正式的超越。虽然辉达也是40%的市占，但是它的金额稍微低一点点，是101亿美元。那么，但是呢，到了2026就会预估会有一个大翻转了。现在说华为预估占比会是50%，也就是从原本的40%上升到50%。辉达会落到第4名，接下来市占甚至可能只有8%。中间卡关的第2、3名包括 AMD 跟韩武纪，所以等于辉达的市占率从它在中国那时候的高峰95%，一口气不断的下滑，所以呢，难怪这个黄仁勋要一直跟川普喊话说，赶快开放不管是 H200、Blackwell 或者是 Rubin 晶片给大陆吧。另外这些新秀的厂商4家也快速的崛起，成为大陆的 AI 战力的生力军。不管是这个木犀或者是必任等等，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还有这个天数智新等等，也都快速的崛起，也难怪黄仁勋会非常的担忧。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美国人在打这一场晶片科技战，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无法生产高端智慧型手机，所以限制高端智慧型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大陆自己设计的高端智慧手机晶片，台积电不准帮他加工，他以为这样就卡住了，因为高端手机智慧晶片必须要在10奈米以下，结果没想到华为突破了，那怎么办呢？好，这哑口无言。接下来想想那还有什么高端的 AI 晶片？那高端的 AI 晶片，不帮你做，你做不出来了吧？那你即使设计的出来，你这个也没有。那目前的确事实的。这个华为也好，海思设计或其他的什么寒武纪啊，这些 AI 晶片，逐渐的跟美国有一点的距离。结果没想到一看，它虽然晶片不如你，但是系统凑一凑，竟然还不输你太多。因为
跟手机不一样，手机基本上靠晶片为主，但是 AI 是靠系统为主。我这里稍微插一点别的地方来补足一点，用软体来补足啦，用通信系统来补足。但通信系统偏偏是华为的强项，所以华为的升腾晶片的确是不如辉达的晶片，但是整体系统起来，差不了太多。那你说在川普怎么办？然后辉达就很急了，你帮我不帮我卖，他是越做越好，那我这不是白搭了吗？那所以川普要管制也不是，不管制也不是。然后中国的晶片产业，他们想到一招，那我不让你做晶片制造设备总可以吧？那现在来了，刚才你讲得很对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晶片制造程序哈。晶片制造是晶片线进去，第一道清洗啊，那第二道薄膜沉积，简单讲在上面贴一层，以后要做光刻用的叫薄膜沉积，然后再来再清洗，因为薄膜会有很多清洗，那清洗完了以后开始光刻，刻完了以后再清洗。那这是第一层，因为它有好几层好几层的电线，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再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再光刻，这是好几道程序去把它叠出来的。那好，那你总该不会做这么高端清洗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那你总不会做这么高端的薄膜沉积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你现在做不出光刻机吧？好像快要做出来了，所以川普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管制这个也不对，不管制这，你管制你失去市场，你不管制，可是他又迎头赶上，他该怎么办？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来看到中国大陆启动最新的它的晶片战，它要使用的就是这个曼哈顿工程。今天带观众朋友来解析它这个曼哈顿工程怎么做。其实它会从3方面，包括人才、产线跟政策3方面一起来着手。那科技自主战，现在这个战火直指的当然就是美国了。好，赶快来看到它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正式悄悄启动的代号叫做晶片曼哈顿工程的一个计划。而且呢，我们看到它的计划其实内容蛮实质，已经列出来了。目标就是4年内，它要增加自己的这个本土技术人才，达到50万人。那它的国产设备操作的岗位对外国的依赖要持续的下降，从原本占比的35%，他说4年内要一口气下降到10%以下。好，要知道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智库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计划类似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主要呢是集中这个核物理学家。那一旦的这个本土的技师取代了80%以上的话，那么外资接下来它的维修团队可以在美国设备商务商将会在失去在服务收入跟技术迭代数据对于中国大陆的输出，也就是说大陆再也不需要这一些外资的工程土木技师了等等。好，所以请教委员怎么看4年内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真的能够做到完全的科技自主吗？跟美国完全的脱钩，有可能吗？当然可能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4年的，我们号称叫做晶片曼哈顿工程的这个计划，其实大概只是比较具象成型的一个方案哦。但是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大陆在面对美国的科技卡脖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早就开始在做积极类似的部署跟安排了。所以在过去这几年，就算这个2025都还没有启动，你在2024、你在2023哦，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光刻机的生产哦，在晶片的设计，包含像华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高薪的挖角了很多华裔的滞留在海外的高阶的这个晶片制造的工程师回到国内来，希望能够报效国家。这些事情早就在做了哦。那但是2025到2029这个计划是很明确的把它定在这里的。那么我认为说。中国大陆哦，他只要倾国家之力去做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我们过去在这边讨论过太多事情了。过去的高铁被人家当作是笑话，现在的高铁是中国最骄傲的名片哦。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像 AI 的领域了哦，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上海现在正在落地我们的 AI 跟虚拟人的这个研究中心。那么我就眼看着中国大陆如何在 AI 的这个赛道上做渠道超车的动作了。你光看最近的几个事件嘛，我们前一段时间讨论的最多的是 DeepSeek，DeepSeek 它是靠算力，它是靠算法的改变，靠演算法的改变去突破了硬体的这个封锁。所以呢 ，DeepSeek 在算力上不像这个欧美的大模型需要这么高的算力来支撑，所以它可以摆脱掉在这个对于 GPU 对于这些晶片的依赖哦。但是最近的另外一个新闻是什么呢？
中国大陆去年推出来的一个叫做 AI Agent， 叫 AI 代理人的公司叫 Manus， 它当时推出来的时候，这个欧美国家都在笑，说怎么可能？现在没有什么 AI 代理人，这个 AI 代理人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个 AI Agent 是不可能成功的。它成功了没？它成功了，它不但成功了，现在被 Meta 花了20亿美元要收购了。就是 Meta 有史以来的3大收购案 ，WhatsApp 跟这个 Scale AI， 再来就是这个 Manus， 就是中国大陆自己本土的这个 AI 的团队所做出来的 AI 代理人。所以你光看到中国大陆在 AI 的赛道上，它是如何的来进行快速的超车，那么在晶片上，我认为这个绝对是不可能难倒中国大陆的了。他只要请全国之力，投注了足够的经费，在人才、在科研上进行全面的研发，他要完成所谓的晶片曼哈顿计划是指日可待了。好，所以4年内要完成所谓的晶片自主化，现在看起来机会非常的高。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曼哈顿工程计划，其实有3个它的大重点，带观众朋友来稍微看一下。它的重点其实就是主要是培养人才。第一个就是人才要做升级，第二个就是说这些人才还要从这个教室正式的进入到工厂里面去，并且呢还要融合这个技能的体系。我们先来看人才他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他是说呢，将35所的高职的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然后开设这个机体电路、装备技术等等的紧缺专业。从2025年开始，每年会送6万名的毕业生直接到产线来做操作。那另外一方面是国家直接出资金哦，设立这个15个共享晶圆实训中心，学生之后直接进入到工厂内就来操作28奈米产线。最后一个，它是参照中国大陆的核武计划2弹1星的这个计划，设立8级技师体系。那么首席的技师还有享有非常好的一个职称之外，还有一个股权的分配。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过去因为刚刚说有参考这个核武计划嘛，这个核武计划能够给现代版的晶片发展带来一些刺激跟一些启示吗？我认为这方面要一个科技要能够成功，要有4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个一定要有钱、资金，那中国大陆愿意投入啊，拿120亿砸。一定要钱，你没有钱不可能的啦。你研发怎么研发？你科研都要钱，做实验要钱，盖地建厂、买装备都要钱啊，要钱先进去。第二个人才，中国大陆的985现在已经有39所了，它现在的重点都在培养这个半导体，就是芯片制造的。那这些还包括光刻机。那现在的这个4年要培养50万，50万很多哦。你想想看，50万多少人才在这边做科研、做半导体？那这就形成重点了，因为只要有人才，其他的就不困难。你人才不是光只是科研人才，包括管理人才，包括物流人才，还包括贸易人才，这个通通都要考量进去的。那你这个人是50万的，不是3万5万，是50万。那人才的这种人才库就出来，你还包括221的重点大学都可以培养。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科技论文的发表、专利数的申请，还有论文的引用数都达到一定的水准。所以认为人才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大。第3个，我们讲的技术条件，你有没有技术条件？以前有没有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我认为有基础了。因为他一直要不断的突破，因为美国的卡脖子让中国大陆有这种我们讲到了危机感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就开始就加紧这个，哪怕这是荷兰的 ASML 不给他自己来致力研发。自己在做技术突破，所以我们讲说这些技术条件，中国大陆的一般的我们都知道，只要成熟制程它都没问题啊。对，只是说在尖端制程它要去突破。我认为突破大概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4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讲到市场。你市场你做那么东西，结果你外销售，结果不流畅，赚不到钱，那到时候也萎缩，也关店也倒了。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市场够大了。包含 AI 需要晶片，汽车因为现在都新能源车，这个晶片也包括了无人机大量的晶片，那个包含军工产业、航天产业、航空产业，通通都要大量的晶片，还要不要去讲军火？那这些市场源源不断，都要需求，都要晶片。那换句话说，它的利润就有了，利润之后就回馈 feedback 到这些建厂，还有人才的培育。还有这方面资金的供应又来了，变成一个循环链。这个循环链被需求链跟供应链，需求链跟供应链两个契合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上去了。对，你不能说结果产能过剩，结果没有市场，仓库堆了满坑满谷，那你就不行啊。所以你注意看它整个要去宏观调控
然后刚好每一个都是一个黄金比例，你才能够让这个晶片的制作跟它的市场都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对等的一个态势，然后变成利润极大化。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呢在做这个科技自主的全面化，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在科技上是对美日下战帖嘛？因为今年初大家还记得吗？黄仁勋不是说终于要放行了这个 H200给中国大陆，而且是放行大量的量产出货，结果隔天呢大陆官方直接打脸说不要了，我不要你的 H200，我们要改用国产晶片，所以禁止来停购美国的晶片，这是一件事情。针对美国，针对日本呢，它则是禁止发起了反倾销调查，针对于日本的这个二氯二氢系来做这个反倾销的调查，这个是在对美日下战书吗？厉将军怎么看？当然，这个黄仁勋他原来放出说这个中国大陆总共要跟他买将近100万颗的这种200万颗不是100万颗，200万颗的这种H200的晶片每一颗售价是27000块美金，那你看多大一笔金额？那黄仁勋自己库存 ，NVIDIA 库存有多少？只有70万颗那后续来讲，他要跟台积电再买130万颗，哇！我们那个台湾很多股价，很多相关的 H200的相关的概念股都涨了，包括鸿海啊、伟创啊、英伟达都涨了。但是没想到，突然这个晴空霹雳，突然这一来之下，那昨天这几家H200的产业链的公司股价就跌了差不多快1%左右了当然，中国来很明显的，我们都认为说是这次来讲，如果说这个可以有 H200可以卖给中国相关的科技产业，包括阿里巴巴啦、腾讯啊，如果能够拿到 H200，它的效能再怎么样，也比 H20效率要快6倍，那讲起来应该是很好一个晶片。虽然说它不是最高阶的 ，NVIDIA 最高阶是 Bakeware， 它不是最高阶的，可是这个总是这个有一大的注意嘛，那中国自己本身有没有这种效能晶片？目前还没有。它再怎么样，它也比你中国自己制造的升腾910C，这个效率要好很多。可是中国来讲，居然说这个 H200这个规劝他们的企业不要采购。可见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觉得有2个底气，一个就是中国下定决心要跟要跟美国科技业断奶，我自己要想办法能够生产。我如果说这次跟你买，以后持续跟你买，那将来这就会打压到我们自己相关企业。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关心的是字节跳动，现在呢一边他一手买辉达，另外一手买华为，又另外一手3线同时做自研哦。2026年字节跳动说现在要做大事，习近平也下令了，接下来国产晶片50%都要用自己的国货。我们今天会关心大陆的晶片 AI 产业是在拼全方位的突破吗？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字节跳动在2026年砸下了高达了14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已经达到了4000多亿元，购买的是辉达的 H200晶片，而且被解读这根本就是一个大扫货啊！多到现在怎么样呢？科技公司啊，它现在已经呢，辉达找上了台积电啊，下单200万颗的 H200晶片，要求台积电来这边做一个额外的生产，赶快加紧生产，开启产线。那另外一条，我们来看到呢。它同样还采购的包括了华为研发的升腾晶片，订单的总额或已经这边统计超过了人民币400亿，换算也是57亿美元哦。同一条线，我们看到字节跳动不只是对外购买这些晶片，自己同时也在做自己的研发。步入了试产的阶段，效能根据了解，甚至是可以媲美辉达的 H20，甚至成本还更低。这种 AI 双轨同步的策略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字节跳动3线齐发，2026被说要干大事了吗？AI 产业会不会在这时候全面的版图重新全洗牌？来，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全洗牌是不会，但是朝中美2大强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其他的国家都被排除在外了啊，不管是日本、韩国，或者是欧洲、印度等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在 AI 这个系统中，他们只能够去捡一些这个大巨人啊吃不完的掉下来的渣渣吃。当然，掉下来的渣渣也可以养活很多小企业啊、小型的经济体，但是比较大型的经济体，很明显的它就会失去市场了。像日本、像韩国、像欧洲，他们基本上都失去这个市场啊，所以这个。未来 AI 的天下，坦白说，除了中国跟美国，而中美事实上就在做生死的一个较量了。
这个已经是一个摆得很明白的。那您可以看到，在大陆来说，它不但在设计这个部分，它跟美国在竞争啊，不管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是闭源的啊。也就是说，美国走闭源的，中国走开源的，而美国的闭源事实上它已经守不住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 ChatGPT 也开始在做部分的开源，可是部分的开源就好像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了，这基本上走不远。你只能够全面性的开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全面性的开，所以它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这个欧洲、非洲，还有这个甚至连印度都渗透进去了。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国家，它本身没有像美国这么大资产的国家，也没办法像发展出这种 OpenAI 他们的这么大资产国家，他们当然走中国的这条路线。所以在软的设计这个部分，大陆跟美国的较量很激烈，估计美国赢的空间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就是硬体的支撑嘛，那就是你刚刚讲的晶片。对，晶片这个部分，美国它只能依靠代工。所以他用抢台湾的这个晶片厂，抢韩国的晶片厂过去，可是他还是代工。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是自己有生产制造能力。那你想，当越来越多的这一些，包括阿里也在生产自己的晶片啊，所以中国大陆的这种数据公司啊，它自己本身软的也设计，硬的也设计的情形下，那大陆他们是不是提供给一个广大的土壤，就是说，你中芯国际，你相关的这些做半导体的硬体的这些晶片上，你就尽量快生产吧，尽量快赶上来吧。那我个人觉得大陆的土壤比较肥沃，是美国的土壤比较贫穷。那你想想看，这个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所以已经不是重洗牌，事实上只有2大强竞争，我们这种小地方只能吃他们大巨人吃不下的，剩下来渣，可能就可以养活我们这个小蚂蚁了。好，科技在未来在 AI 的发展会以中美2大国为首，不管在软体或者是硬体上面的竞争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那同时间，这2大国当然也要不断的去找算力跟人才的重要性。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大陆现在也是全面的找人才哦，字节跳动跟腾讯更是寄出了这些非常非常好的待遇。来看到字节跳动做了什么？员工奖金暴增35%，加薪预算暴增150%，全面拉高最低薪资门槛。腾讯呢，直接开薪水加倍，成功挖走 OpenAI 的前研究员，这位是姚舜宇，直接空降担任他们的 AI 科学家。厉将军又怎么看？我们知道中美这2大国的竞争在基础制造业方面来讲，中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美国了甚至在很多新的产业方面也已经领先美国，包括我们都知道锂电池啦、电动车啦、绿能产业等等都已经领先美国。但现在为止跟美国还站在领先的，能够卡中国脖子的，大概就是科技业科技业又以 AI 科技这个晶片制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可以卡住中国脖子，所以中国当然要在这方面想办法，要跟美国来讲，要具备最起码具备竞争力那我们知道未来的算力就代表国力嘛。那 AI 产业，我认为是人类的第4代的工业革命。第一次人类工业革命，我们知道是发明了蒸汽机，去用蒸汽机取代人力。第2次是发明了电力第3次是这个计算机这次 AI 产业可以说人类的第4次的工业革命。那谁能够拔得先头，哪个国家就可以掌有未来的财富。那中国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落于美国之后的。那我们看到中国你要发展 AI 来讲，很明显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有人才嘛第2个，你要有资金第3个，国家要能够政策要能够配合。那我们现在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在 AI 科技方面的人才方面，中国现在事实上是不缺资金的它可以利用它大量的资金来挖掘它所要的人才。那国家政策也相当的配合，譬如他说规定50%以上要使用国产的装备。我将这场竞争形容像我们军事来讲的话，就像是登陆作战一样你一定要先抢占到滩头堡，站稳脚跟之后，你再往前面去进攻。那怎么样能够抢到滩头堡，能够站稳脚跟第一个当然就是像前面所讲的美国那边如果说有机会买到 H200的晶片我就先买。那我自己同时我也发展我自己的晶片，同时我也培养我自己的人才这又像是储存战力之后，这个先抢占了滩头堡，站稳脚跟之后，然后再以图继续向上面来发展。
当然，这后续的发展必须要有规划、要有计划，而不是像以前中国大陆一样发展什么产业就一昧的抛钱下去，然后大家到时候这个钱跟打水漂一样啊，到时候回收不回来，也没看到成效。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次发展 AI， 它一定是有计划、有规划，啊，按照15的这种这个规划的期程，一步一步有计划的向上发展。那不敢说是超越美国吧，但是我想很快可以看到跟美国并驾齐驱。对，确实，所以在这个大陆有关于发展 AI 晶片上面，国家政策下了非常大的力，除了持续的向美方买晶片之外，也力求，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消息，中国官方要求说，你接下来所有的晶片制造商，你要新增的这些产能50%都一定要使用国产的设备才行。最终目标，当然了，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就是完全的100%国产化，带动了大陆的晶片设备集团北方华创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跳跃性的成长哦。那么现在大陆的资本市场也掀起了一股这个 IPO 的热潮，2家公司股价更是暴涨。第一家是有中国版本辉达的摩尔县城上市 IPO 的时候，首日股价暴涨425%；另外一家是中国的 AMD， 也就是木犀股份上市飙涨693%。美国的封锁政策真的失效了吗？委员怎么看？美国在推动科技产业，它靠的不是政府政策或政府补助，它靠的是资本市场。因为它的资本市场非常的开放，所以如有任何的新产品的话，那一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一下子会超过它应有的 CP 值，因为它给人家想象、预料的空间。那美国又有很多的投资机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一大堆，所以集中在那里的话。只要有一个人一呼百诺，大家都跟上去支持那个股票，辉达就是这样起来的。那辉达起来的话，当然是一个成功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那不管成功失败，总和来讲的话，美国的资本市场真的就是这个美国科技产业发动的发动机。没有资本市场，美国的科技产业起不来，因为科技产业很现实的，要投一大堆钱去到不可知的未来。然后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收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个资本市场，你给他一个梦，然后这个时候即使你的收入还没到，你的产品还不成熟，你的股价都已经先涨了。那股价一涨的时候，它就印股票出来，会有更多的现金可以投到研发费用里面，形成一个资本市场跟研发的联合的一种良性流程。是，那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大陆以前是没有的啦。那最近学到了摩尔县城，这是个例子。摩尔县城本来是做一般的 GPU， 这游戏机啊这种特用的 GPU， 就最近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架构，叫做花港，叫 Flower Harbor。为什么起得这么诗情画意，我也不太清楚哈。然后这样的一个架构，相当于辉达的CUDA，然后接下来他根据这个架构做了2款晶片，一个叫华山晶片，一个叫庐山晶片。好像武侠小说，然后华山晶片是做 AI 用的 ，AI 晶片运算用的，然后庐山晶片是做游戏机跟工作上用的，它同时推出这样的一个来，那到底卖钱了没有？还没有，但消息一出来，被确认有这个技术，而且技术至少它自称说接近超过 H200，接近 B200。市场上马上给他很多的肯定，股价就马上暴涨，那就可以印更多的股票去筹集资金，做进一步的研发或实质上投产。这是一个字节跳动最有名的例子。那木犀股份呢？哇，那个更厉害。他一推出就说，我这个就是对比辉达的，我是 AMD 的技术，可是我对比辉达的效率，你们买不买？所以一出来的股价都暴涨了，快要700%啊！不，这个都是好事情啊，都是好事情啊。那因为懂得以前中国大陆都是用官方的资金啊，官方弄，平常心讲，那很辛苦啊，对。而且官员如果失败了还要负责任啊，资本市场输赢各自负责，而且它风险分散搞不好利润都捡到了啊，所以这个。各凭本事，但是有官方有资本市场，我觉得是最理想的状况。